2025年深秋的一个下午，台湾某座机场的入境大厅灯光明亮，人潮如织。一名中共官员神情凝重地走向查验柜台，身旁只带着随从和简单行李。他原以为这将是一次正常的访台行程，却万万没料到，就在踏上台湾土地前的最后一步，会被当场拦下。检查人员礼貌而坚定地告知：很抱歉，您的入境许可未获批准。短短一句话，令这位来自对岸的高级官员僵在原地，现场气氛瞬间凝结，机场内的喧嚣仿佛按下暂停键，所有目光投向这场出乎意料的入境风波。这名官员不是普通旅客，而是中共上海市台湾事务办公室的副主任李霄东。一时间，他被拒绝入境台湾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在两岸之间迅速传开。许多人起初难以置信，一位身份显赫的中共官员竟然在台湾的机场门口被挡了回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李霄东怀抱何种使命访台？台湾方面又为何如此强硬的拒绝让他踏进国境？一连串疑问挥之不去，整起事件逐渐发酵，成为媒体与社会关注的焦点。要了解这场入境风波的来龙去脉，得先回顾当时两岸关系的紧张背景。2025年时，台海之间的政治气氛称得上剑拔弩张，解放军军机频繁在台湾周边巡弋，中共对台湾各种文攻武吓不断升级。在这敏感时刻，中共方面却抛出所谓惩毒22条措施，扬言要惩戒台湾的台独势力。这22项措施被视为对台湾的打压清单，包括禁止特定人士入境中国，冻结他们在大陆的财产，以及对支持台湾主权的人士发布通缉令等等。种种动作显示出北京当局对台湾日益缺乏善意，也让台湾民众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敌意。就在这样的暗潮中，台湾方面对中共人员来访格外审慎。依照规定，大陆人士若要来台，不论是参加学术研讨、城市交流或观光探亲，都必须事先提出申请，经台湾相关单位联合审查通过。然而，由于中共接连在国际上挖台湾邦交国，在军事上对台施压，再加上颁布惩毒措施，台湾政府早已提高警觉，加强对陆方来访人员的审核。尤其涉及对台事务的中共官员更是被列为重点审查对象。毕竟在北京步步进逼的态势下，让具统战任务的官员畅行无阻的入境，恐有国安隐忧。李霄东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备受瞩目。他的头衔是上海市台办副主任，身份相当敏感，台办系统专司对台工作，被认为肩负统战与情报搜集等任务。据了解，李霄东此行计划率团来台进行为期数日的交流考察，包括与几位上海知名涉台学者一同参访台湾的学术机构，并和本地学者闭门座谈。表面上看来，这似乎是一趟单纯的城市交流与学术之旅。然而，考虑到他的官方背景，台湾方面对此行动的真实目的充满疑虑。李霄东来台究竟是为了善意交流，还是另有政治图谋？消息传出后，台湾政府立刻出面说明拒绝入境的原因，语气之强硬显示出捍卫主权的坚定立场。主管两岸事务的大陆委员会发言人郑重表示，此次拒发入境许可完全是基于对方缺乏善意与持续敌意的考量。陆委会指出，中共近期推出惩毒22条等种种作为，对台湾展现出毫无善意的敌对态度，甚至涉及跨境打压台湾人民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台湾政府没有理由也没有义务欢迎相关的中共官员来台从事活动。更具体地说，陆委会透露了李霄东申请来台未获核准的几个主因。首先，上海市台办过去被指控对在上海的台商不友善，不仅百般阻挠，威吓台商参与台湾官方或半官方举办的活动，甚至对那些积极返台交流的台湾企业人士施加压力。换言之，你待我们台湾人如此无礼，又岂能指望我们对你客客气气？这种心声在官方说法中表露无遗。其次，台湾方面要求凡是省市级的涉台官员来访，需遵守一系列注意事项，其中包括与陆委会官员见面沟通。然而据悉，李霄东对这一要求严词拒绝，表示不愿与台湾官方人员会晤。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在接受采访时无奈地说道，对方连基本的会面沟通都不愿意配合，
试问台湾又如何放心让他自由活动？正因为李孝东不愿履行我方设定的注意事项，也缺乏交流的诚意，联审会只好做出拒发许可的决定。同时，台湾政府也强调，并非一切两岸交流都被断绝。在李孝东遭拒的同一时间段，台湾仍然欢迎真正有利于人民交流的正常互动。例如，台北与上海之间的一项特殊交流计划，动物交换仍在进行。上海方面将赠送一只可爱的大熊猫来台作为交换，台北市立动物园也准备送出一只黑脚企鹅作为礼物。为了这起熊猫与企鹅的跨海之旅，台湾相关单位特地开绿灯，批准了2名中国动物园专家以及一位上海台办的业务人员入境，协助检视大熊猫的新家安置。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台湾并非无理取闹的全面拒绝大陆人士入境，而是有区别的审核，凡涉及统战政治目的者从严，纯民间交流者则从宽。李孝东不幸成为前者，自然无法通过这道高高的门槛。台湾政府的处置方式与公开说法获得了执政团队支持者的赞赏。他们认为，在北京步步进逼的当下，这种强硬回应正好展现了守护主权尊严的决心。同时，也有民众提出疑问，拒绝李孝东入境是否会引发北京更大的报复？这会不会让已然紧绷的两岸关系再添变数？对此，陆委会呼吁国人团结一致，强调台湾一方面欢迎良性互动，另一方面也绝不接受带有敌意的交流请求，此举乃是必要的防卫性措施。台湾当局的态度相当明确，良善互动有门，大门始终为真正的善意敞开，但若对方递出的不是橄榄枝，而是带刺的荆棘，那么台湾宁可选择关上大门，自我保护。李孝东碰壁的消息传到北京之后，中共方面迅速展开一连串官方和非官方的反击。首先登场的是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国台办的例行记者会。面对媒体提问国台办如何看待台湾拒发上海台办副主任入境一事，发言人朱凤莲语气严厉地回应，两岸同胞是一家人，理应常来常往，走近走亲。而民进党当局为了一党一己之私，固执坚持所谓台独立场，一再阻挠破坏两岸交流合作，这种行径不得人心。他强调，大陆方面一向支持两岸城市交流活动的举办，像台北与上海的双城论坛就是很好的平台，但民进党当局处处作梗，以意识形态凌驾人民福祉，最终伤害的是两岸同胞的感情。朱凤莲这番措辞强硬的表态，毫不掩饰对台湾当局的不满，将责任完全归咎于台湾政府的政治算计。与此同时，中共官方媒体和社群舆论也纷纷响应，对台湾此举展开炮轰。央视、新华社等官媒发布评论文章，指责民进党政府闭关锁岛，刻意制造两岸对立。他们声称台湾方面借故拒绝李孝东是对善意交流的扼杀，反映出台湾执政者的心虚与不自信。有大陆媒体更扬言，此等行径证明民进党不愿面对两岸同属一中的现实，只会升高紧张，终将自食恶果。在中国大陆的网络社群上，民族主义情绪也被迅速点燃，许多大陆网友在微博、微信上留言，对李孝东被拒表达愤慨。他们谴责台湾当局不识好歹，认为大陆官员愿意赴台交流是给台湾面子，却遭到这样的待遇。一些激进的言论甚至叫嚣着既然不让来，那干脆武统算了的极端主张在网络上传播。当然，也有较为冷静的中国网民指出，选派一名台办高官赴台本就是敏感举动，台湾不批也是预料中事，批评自己政府未能妥善处理。但在高度管控的舆论环境下，这类理性声音很快被爱国激情所淹没。总的来说，北京方面通过官方发言和媒体操作，成功将焦点转移到指责台湾当局拒绝交流的善意，塑造出台湾方面要对两岸交流困境负全责的舆论氛围。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当局在强硬表态之外，似乎也留下了一丝回旋的余地。国台办的发言人在谴责民进党当局之余，依然反复强调，我们支持双城论坛的举办，有关方面一直保持沟通。这番话意味深长，一方面批评台湾当局阻挠交流不得人心，另一方面
又暗示双城论坛这条联系管道还没有断，两岸城市之间的联系仍在进行沟通协调。由此可见，中共对于两岸民间和地方层级的交流仍有所保留和期待，毕竟这也是其对台工作统战的一环。李霄东被拒虽让北京恼火，但他们并不想因此全面关上两岸对话的大门，而是选择把矛头指向民进党政府，试图离间台湾中央与地方、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的关系。随着官方交锋不断，两岸社会舆论也卷入了这场风波之中。在台湾本地，新闻媒体大幅报道李霄东遭拒入境的消息，各种政论节目纷纷请来专家学者热议此事。一时间，电视机前的观众仿佛也置身于这场博弈的现场，随着来宾们唇枪舌剑而心潮起伏。多数倾向台湾本土立场的评论员对政府的决定表示支持，认为该应则应，毫不含糊。他们强调，李霄东身为中共官员，肩负的绝非单纯交流任务，而极可能是来台进行统战、渗透甚至情搜活动。在这样的怀疑下，台湾当局拒绝他的入境是捍卫国安与尊严的体现。有舆论指出，过去中国对台湾事事咄咄逼人，台湾若一味退让只会被看扁，此番强硬作为可谓大快人心。此外，不少民众在网络论坛和社群平台上留言力挺政府决策，留言大意都是不欢迎不尊重我们的人来，做得好。这类直白的表态，甚至有人戏谑地说李霄东白跑一趟是自讨没趣，奉劝中共官员日后少打台湾主意，免得自取其辱。然而，也有部分不同声音在舆论场上浮现，一些主张两岸和解交流的意见领袖和在野党人士对此事持保留态度。他们质疑拒绝李霄东是否真的有必要，担心此举可能适得其反。比如，有人在社论中写道，李霄东被拒绝，表面上台湾很威风，但长远看可能导致北京更不愿与现任台湾政府打交道，两岸连基层对话都更困难，这是否不利于维持和平稳定？也有人认为，李霄东此行原本可能带来某些交流契机，若让他来台看看台湾的自由民主社会，反而可能产生正面影响。现在完全拒于门外，反倒错失了一次让对岸了解真实台湾的机会。这些观点虽然在当时不像主流舆论那样响亮，却代表着台湾内部一部分民众对政府强硬路线的隐忧。他们担心两岸关系因一时僵局而进一步恶化，社会承受更大风险。在中国大陆方面，由于言论空间受限，社会舆论基本与官方口径一致，但是通过一些侧面的管道，可以观察到部分知识界人士对此事有不同解读。有海外媒体引述匿名的大陆学者观点指出，北京方面其实早料到李霄东可能入台不成，此举更像是一场针对台湾政府的舆论战，目的在向台湾民众证明民进党当局不愿交流，搞对抗。但此策略是否奏效？一些中国学者私下承认，台湾民心并未因此转向认同北京，反而更加支持政府立场。毕竟，面对中共长期的压力，台湾人早已有强烈的危机意识，未必会因北京的话术而动摇。他们认为，这反映出中共对台宣传在台湾实际效果有限。然而，这类理性分析在当时的大陆主流舆论中难觅踪影，大多数民众接收到的资讯仍停留在对台湾方面的指责和对自家官员受辱的愤慨上。李霄东入境受阻引发的震荡，并未随着他返身离去而立即平息，相反地，他在后续一段时间里持续对两岸关系产生着影响。短期看，这起事件加剧了两岸官方往来的含义，本就中断多时的两岸官方对话机制，在这次风波后更无重启迹象。北京以台湾当局蓄意破坏交流为由，公开宣称对民进党政府不再抱期待，台北则以中共缺乏善意为由，强调在敌意解除前不可能贸然放宽对陆方人员来台的管制。双方你来我往的指责，使得本已紧张的气氛更形僵持。然而在民间和地方层级，一些既定的交流仍然努力维持。例如，备受瞩目的台北上海双城论坛就在这微妙时刻成为观察指标。双城论坛是台北与上海之间每年举行的城市交流对话平台，历年来两市轮流主办。然而受两岸大环境影响，
论坛一度几经波折。在李霄东事件之后，2025年的双城论坛原定由上海主办，台北市长蒋万安率团出席。然而台湾社会有人担心李霄东被拒可能激怒北京，进而报复，取消论坛邀请，让蒋万安白跑一趟上海。幸运的是，这种担忧并未成真，双城论坛最终仍然在该年年底如期于上海举行。蒋万安顺利率团抵达上海，出席了论坛开幕仪式。而上海方面虽对台北代表团保持礼遇，却也格外谨慎低调。整场活动避免触及敏感的政治议题，聚焦于城市经贸和民生合作。看得出来，双方都希望论坛能够顺利收场，不愿让李霄东事件的阴影完全笼罩其上。但即便如此，这场风波留下的涟漪仍清晰可见。例如，有消息透露，在双城论坛筹备过程中，上海原本拟派出阵容庞大的随行团，包括一些统战系统人员和随队媒体，但基于先前李霄东受挫的教训，这份名单被台湾方面大幅缩减。据传至少有10余名上海访团成员名单遭到台湾安全单位的审查剔除，其中就包括上海台办的另一位官员，以及多名大陆官方媒体记者。台湾仅允许与论坛议程直接相关的官员和必要人员入境，其余则一概婉拒，这导致上海方面不得不调整计划，派出较低阶的工作人员来台处理论坛前期准备事宜，而高阶的涉台官员则改以视讯方式参与部分讨论。甚至有几家原本打算随团报道的陆媒被告知已在台湾的不受欢迎名单上，无法获得采访许可。尽管这些细节未公开证实，但从双城论坛最终在台北顺利举办且场面平和来看，台湾显然对细节多所掌控，以确保不再出现类似李霄东的争议场景。长远而言，李霄东事件更在两岸互动的心理留下阴影。台湾方面日后在审批大陆人士赴台时更加小心翼翼，凡是涉及中共党政军背景的人员都被列入重点关注对象。即便是在野党执政的县市所邀请的交流团，中央政府也严格把关，绝不允许逾矩。反观北京，则开始更加依赖其他途径来开展对台统战工作。既然官方管道受阻，他们加强通过商业、宗教、教育等民间领域拉拢台湾人，或是邀请台湾的地方政治人物、退休官员到大陆参访，绕过台湾中央政府。另外，中共也继续运用成毒名单等手段，加大对台湾政治人物和社会团体的震慑，试图以惩罚和利诱并行的策略影响台湾内部的态度。可以说，这场入境风波虽然规模不大，却成为两岸关系走向的一个缩影。官方互动近乎冰封，但民间交流在夹缝中求存，各种明里暗里的角力较量始终不曾停歇。李霄东事件引发的种种争论，让人不禁联想到过去若干类似的历史场景。其实，两岸之间围绕谁能来台湾，谁不能来的角力，早在数十年前就已经上演，而且每每与当时的政局氛围息息相关。回溯至20世纪末，1990年代的两岸关系曾出现破冰契机。当年两岸通过海基会与海协会这两个窗口开始接触，高层互动也一度在酝酿。著名的汪辜会谈，1993年，汪道涵与辜振甫在新加坡会面，为两岸官方接触写下历史一页。原本下一步，中共海协会会长汪道涵计划于1999年应邀访问台湾，这将是中国方面重量级官员首度正式踏上台湾土地。然而，一场政治风波打乱了一切。时任台湾总统李登辉提出了两岸关系特殊的国与国关系论述，被北京痛批为台独言论。汪道涵的访台之行随即遭到终止，这位老人家最终直到过世也没能来成台湾。这是早期著名的中共官员访台触礁案例，凸显了两岸政治互信的脆弱。一旦台湾方面强调主权地位，北京就以强硬姿态回应，宁可放弃交流机会也不让步。进入21世纪初，两岸关系随着台湾政党轮替几经起伏。2008年马英九总统上任后，两岸互动迎来春宴。在9·2共识默契下，大陆高官访台不再是禁忌。2008年底，海协会长陈云林访问台北，成为1949年以来到访台湾层级最高的大陆官员。陈云林此行签署了多项两岸协议，
但期间台北街头也爆发大规模抗议，民众包围饭店，警民对峙场面震惊各界。当时台湾社会对于开放中共高官来访意见两极，支持者认为有助化解敌意，反对者则忧心台湾被矮化甚至被渗透。马英九政府在巨大的争议声中坚持交流，后续几年又陆续安排了海协副会长、高级官员来台参加各种论坛，甚至2014年，中共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亲赴台湾，与陆委会主委王玉琦进行了被称为张王会的正式会面。张志军也走访了高雄等地，接触基层民众。然而，就在张志军南下时，遭遇了台湾民众的激烈抗议，有人拦车丢掷白漆表达不满，使得行程被迫缩短。尽管如此，在那段时间里，中共官员访台总算勉强成行过几次，代表两岸关系曾有过短暂的和缓窗口。剧情的反转出现在2016年，随着民进党籍总统蔡英文上台执政，两岸官方互信急速冷冻，北京不再与台北对话，取而代之的是对台多方面的施压与孤立。这种情势下，中共官员要来台湾变得几乎不可能。然而两岸之间仍留有一丝地方交流的火苗，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台北与上海双城论坛。2016年，时任台北市长柯文哲坚持延续双城论坛传统，由台北举办该年度论坛。北京方面虽有顾忌，但最终还是派出上海市一位市委常委沙海林率团赴台北参加论坛。沙海林虽非国台办系统官员，但身为上海统战部部长，身份敏感程度不遑多让。他抵台时，机场和会场外同样聚集了抗议人潮，高喊反对中共渗透。然而论坛本身还是顺利举行，沙海林与柯文哲同台出席，释出了维持交流的讯号。这显示，即便高层交恶，双方仍试图在城市层级保留管道。到了2018年，柯文哲任内的最后一次双城论坛在台北登场。这一次，大陆方面原本计划派出上海市副市长领军，并由上海台办主任李文辉、副主任李霄东等人组成庞大先遣团赴台踩点。然而，台湾中央政府对上海台办官员的来访设下了条件，要求他们在台期间与陆委会官员会晤，以示尊重台湾管辖。李文辉一行人最终低调入境展开行程，但根据当时媒体报道，李霄东本人因不满相关要求而缺席。也就是说，早在2018年，李霄东就曾企图访台，却未能成行。当时就是卡在类似的原因，他不愿配合台湾方面设定的交流规范。只是由于双城论坛在柯市长主导下如期举办，这段小插曲并未闹得满城风雨。岂料数年之后，李霄东卷土重来，再次尝试赴台，却落得更为难堪的结局，成为国际媒体报道的焦点。历史仿佛开了个玩笑，人物角色几乎相同，但两岸关系氛围却已大不一样，最终演出的剧码也更趋激烈。除了官员交流争议，两岸在敏感政治人物互访上也多次角力。例如前几年，中国曾频繁拒绝台湾部分绿营人士入境，包括民进党立委高调批评北京的人权工作者等。北京有一份未公开的黑名单，列着他眼中的台独分子，不但拒绝他们本人赴陆，甚至连其亲属都在限制之列。2024年初，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参选总统期间过境美国，中共也借机大肆渲染言辞，谴责赖清德是台独金孙，扬言绝不让步。可以说，无论是大陆官员来台，还是台湾政治人物出访，各种政治意涵浓厚的出入境事件在两岸历史上屡见不鲜。李霄东事件正是在这长长的历史清单中新增的一笔。如果把以往的案例比作一面镜子，映照出两岸关系起伏的缩影，则李霄东的遭遇无疑是当前两岸冷峻现实的具体写照。双方互信荡然无存，任何一方的人员往来都被赋予高度政治敏感，稍有不慎即掀波涛。尽管李霄东事件看似是发生在两岸之间的局部插曲，国际社会却丝毫没有漠视。近年来，台海局势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之一，任何牵动两岸紧张的新闻都难免引起各国媒体与政府的解读。李霄东被拒入境的消息传出后，不少外国外媒迅速跟进报道，
他们有的从北京发回消息，强调中方谴责台湾，拒绝一国两制，阻挠交流的说辞；有的则从台北观察，分析台湾政府此举是基于安全考量，对中共强硬政策的延续。比如英国和美国的主流媒体就在报道中指出，台湾此番拒绝中共官员，反映出岛内对北京的不信任日益加深，同时也是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强调统一大业不可阻挡的一种间接回应。美国政府方面虽然没有对如此具体的事件发表官方评论，但华府智库学者和前官员们在各自平台上表达了看法。多数美方专家认为，台湾有权决定谁能入境，这是主权体现的一部分。他们普遍对台湾政府的判断表示理解。在解放军威胁节节高升，中国对台统战伎俩层出不穷的当下，台湾采取防范措施并不意外。一名前美国国安会亚洲事务官员在受访时甚至直言，如果换作美国，面对一个极可能带着政治任务而来的外国官员，我们也会三思而行。这番话在网上流传后，得到不少美国网友点赞，显示出部分国际舆论对台湾处境的同情与支持。在亚洲地区，邻近的日本和东南亚国家也对此事保持兴趣。日本媒体特别关注事件对区域安全的含义。由于日本现任首相高市早苗此前公开表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引发中日关系紧绷。北京对台湾问题的强硬姿态被东京视为一项重大安全挑战。日本有分析指出，李霄东事件虽小，但象征着中台之间缺乏对话管道，未来一旦发生误判或冲突，调停空间将极其有限，这对整个亚太安全架构都是不利的。甚至有日本政要私下评价，台湾这步虽有风险，但也向国际社会揭露了北京的本质，一边谈交流，一边搞打压。日本舆论整体对台湾决策抱持理解态度，并借机强调支持台湾民主，防范中国扩张的重要性。至于欧洲若干关注人权与亚洲事务的议员，也发声力挺台湾。他们在社群媒体上表示，北京近期对台湾的施压包括军事恐吓、外交孤立，如今连一个交流名义的官员访问都暗藏统战意图，足见中国政府的咄咄逼人。他们赞赏台湾政府在巨龙的鼻息下仍然勇敢捍卫自身利益，认为民主国家应团结声援台湾。当然，也有欧洲媒体持较中立观点，提醒台湾需要小心应对，避免陷入与北京的恶性循环。法国某国际时事杂志评论称，北京与台北之间缺乏互信，双方都把对方视作最坏假设。在这种氛围下，一桩签证拒发事件都可能被无限上纲，演变为政治对决。国际社会希望看到的是对话而非对抗，但目前看来对话的大门几乎关闭。对此，台湾外交部在随后的例行记者会中被问及他国反应时，态度谨慎而感谢。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感谢国际友人对台湾处境的理解与支持，台湾也愿意持续和理念相近国家合作，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这番话一方面是在回应国际舆论，另一方面也是向北京喊话，台湾并不孤单，全球都有眼睛在注视着台海的一举一动。李霄东事件虽然发生在入境处的小小空间，却牵动着远在万里之外的关注目光，体现出台湾问题早已不是两岸之间的私事，而是一盘攸关国际战略格局的棋局。当尘埃逐渐落定，人们开始思考，李霄东事件会对未来两岸关系带来哪些深远影响。首先可以确定的是，在短期内两岸官方互动将更趋停滞。李霄东的遭遇势必让北京对民进党政府更加不信任，认定其逢中必反，毫无合作空间。未来剩余的蔡英文政府任期内，蔡总统任期已在2024年结束，接任的赖清德总统延续了类似政策，北京大概不会再尝试派遣同等级的统战官员赴台，以免再次碰壁自取其辱。相对的，台湾这边也会更加严格审核任何来自中国官方背景的人士。换言之，双方官方往来的大门近乎关闭，只留下极有限的窗口还敞开着，例如必要的人道救援联系，或少数经第三地进行的对话。其次，李霄东事件可能促使两岸都调整策略。对台湾而言，这是一个检视自身两岸政策的契机。强硬固然展现尊严，
但未来是否需要更周延的配套措施来降低风险？有学者建议，台湾应该建立更明确的陆方人员来台审查机制，将哪些类型的人员禁止入境，哪些允许但有限制，定出公开透明的准则。如此一来，既能防范统战渗透，又可避免临时决定所带来的争议。此外，政府也应加强对国内民众的沟通，例如清楚说明拒发签证的法律依据与安全考量，以取得最大共识，减少内部掣肘。在野党方面，或许会批评执政者让两岸关系更僵，但只要社会大多支持政府立场，反对声音影响有限。未来台湾的外交战略和国安政策势必将此类事件纳入考量，调整细节，以更完善地应对北京可能的反制手段。对北京而言，李霄东事件带来的教训是，对台工作不能照搬对其他地区的交往模式。台湾的民主政治和社会舆论具有其特殊性，硬碰硬往往碰壁。未来一段时间，中共或许会放缓派官员直接赴台的步伐，转而采取曲线战术。例如，他们可能更加依赖在第三地与台湾人士接触，或者鼓励台湾地方县市组团赴陆，让交流在大陆境内发生。对于统战重点对象，像是台湾的青少年、农渔民、退伍军人等，北京可能会祭出更大的利诱，如提供优惠补贴、发展机会，吸引他们主动靠拢。而对于台湾政府，北京则可能持续强硬施压，尤其在外交上挖角台湾友邦，军事上加大在台海的存在感，以此回应台湾的无理。可以预见，在李霄东事件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两岸之间将呈现冷官方、热民间的奇特局面。官方上互不让步，民间层级偶有来往，但这些来往背后又各怀心思，一场无形的博弈在台面下继续进行。当然，也有观察人士提出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这起事件或许会成为两岸重新调整关系的契机。一些较为乐观的声音认为，风波过后，双方或许意识到长期僵局非办法，未来可能在区域局势变化下寻求某种默契。比如，有一种看法是，如果台湾下一届政府出现路线转变，假设某天有主张较缓和两岸关系的在野党执政，北京可能会抛出象征善意，重新开启官方交流大门。到时，李霄东这类人物访台或许又将成为可能，但这些都充满未知数，取决于未来几年的政治风云如何变换。总体而言，李霄东事件对两岸关系的影响可谓雪上加霜，加深彼此隔阂之余，也提醒世人，台湾海峡两岸目前处在一个极度敏感的状态，连一个准政、一次访问都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这起事件之后，两岸双方都进一步认清了彼此立场的坚硬程度，也为未来的互动设下新的前提。唯有在互信基础恢复之前，类似的交锋恐怕还会反复上演。表面上看，李霄东事件是一桩简单的准政审查技术问题，但事实上，它背后隐藏的权力角力与政治算计耐人寻味。从台湾方面来说，执政的民进党政府与在野的国民党之间就充满了一场幕后博弈。当李霄东提出来台申请时，真正焦虑的不仅是中央政府，也包括台北市政府。台北市长蒋万安出身于在野党国民党，他积极推动双城论坛，力倡两岸城市交流。然而他的立场与中央有别，民进党政府强调主权优先，慎防统战，国民党地方首长则倾向务实交流，降低紧张。李霄东若能来台，蒋万安或许希望借此彰显自己疏通两岸的能力，为城市发展与两岸和平加分。但对蔡英文、赖清德政府而言，放行李霄东等于示弱，有碍他们在支持者心目中的坚定形象。于是，一场没有明说的角力上演了。中央层面通过联审机制将李霄东挡下，同时对外声称这是因对岸不友善所致，而地方层面，蒋万安则在媒体前表态，希望双城论坛不要节外生枝，顺利举行，巧妙地把压力推回给中央政府和北京当局。结果李霄东没能来成，蒋万安虽稍感遗憾，但他仍然率团赴沪出席论坛，在上海高调宣示交流决心。幕后看来，国民党借此向选民传达了他们愿意交流，但民进党阻挠的讯息，
民进党则向基本盘证明了自己寸步不让的立场。这种台湾内部朝野之间的较劲，无形中成为李霄东事件的一部分。从北京的角度，幕后考量同样精彩。有人分析，中共当局事先可能就预判到李霄东很可能被拒，那么他们为何仍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或许就是一盘精心计算的棋。首先，派出李霄东申请访台，本就是在测试台湾政府的反应底线。如果台湾意外同意了，对北京而言当然是一场统战胜利。中共官员成功登台，既展示了自身影响力，也可能借机对台湾社会施加影响。但假如如预料中遭拒，北京也有后招，他们迅速抓住这一点做文章，大肆宣传民进党当局破坏两岸交流，在国际上博取舆论同情，同时激起大陆内部的民族情绪，一举多得。对中共而言，这叫进可攻，退可守。更有甚者，有阴谋论者猜测，李霄东之行本就是北京方面设下的一步贤妻冷子，表面来交流，实则等着台湾拒绝，好将台湾描绘成两岸和解的绊脚石。虽然这种说法无法证实，但从结果看，北京确实充分利用了这次事件来服务其统战与宣传目的。另外，不容忽视的是中共内部不同势力间的拉锯。习近平主政下，北京对台政策以强硬著称，但体制内也存在主张更灵活软化路线的声音。李霄东身为统战系统官员，此次折戟沉沙，或许给了鸽派一个教训他们的机会。强硬的人去了也没用，只会激化矛盾。然而鹰派也可以反过来说明，看吧，民进党就是顽固巨统，不下重手不行。于是高层决策者在评估这类事件时必然权衡再三。目前看来，习近平倾向于维持高压，同时在统战上不松手。李霄东虽然被拒，但北京并未因此改弦易辙，反而通过别的渠道继续推进对台工作。所以这场幕后角力的胜负或许尚未见分晓，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共内部对台策略的讨论因这事件更加激烈，未来或将体现在其对台手段的细微变化上。纵观整起事件幕后的种种博弈，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字：局。台湾有台湾的局，中国有中国的局，两岸互相下着一盘更大的局。李霄东个人的起落只是棋盘上一枚棋子走动所激起的波纹，却让我们窥见棋手们缜密心机的一角。在这盘棋里，有人试探虚实，有人坚守底线，有人运筹帷幄，有人随机应变。尽管表演场地只是在机场短短的检查台前，实则牵连出多方权力的角力与算计。正因如此，这起事件才显得格外引人入胜。李霄东最终还是踏上了返回大陆的航班，离开了他原本期待踏足的宝岛台湾。或许在飞机滑行的那一刻，他心中百感交集，有对此行无果而终的懊恼，亦可能有对两岸现状的无奈。这场风波随着他的远去逐渐平息，但留给两岸的思考却远未结束。他提醒着我们，两岸关系正处在一个敏感多变的十字路口，每一次互动都可能成为历史写下一笔的新注脚。未来，两岸能否找到重新对话的契机？民间交流的微光能否汇聚成驱散敌意的烛火？亦或是在误解与对立中越行越远？这些问题的答案有赖两岸人民和领导者共同去寻找。李霄东事件只是沧海一粟，却折射出当前两岸困境的缩影。我们期待有那么一天，类似的入境风波不再成为新闻，取而代之的是两岸之间真正坦诚而善意的互动。但在那之前，唯有正视现实，汲取教训，方能避免重蹈覆辙。故事说到这里暂告一段落。然而，两岸关系的长河仍在奔腾向前。李霄东未竟的台湾之行，也许在未来的某个转角会以另一种形式续篇。让我们带着对和平的期盼，继续见证这段两岸历史的发展。在惊涛骇浪与细微涟漪之间，台湾和中国大陆这对隔海相望的邻居，终将决定如何书写属于他们的未来篇章。台海局势瞬息万变，而我们仍将密切关注，期待下一幕的到来。